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这一开场啊，就把小烟儿给点起来了，可见本期话题啊，它有点轻松。你要说轻松的，这轻松里面又透着些许的悲情，因为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北京爱情故事（括弧这是一个北京同志爱情故事）。爱情故事的两个男主角是一对师生关系，发生的场景是著名的北京理工大学。就在今年4月19号。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里面，中国的互联网上忽然间出现了一封1万多字的 PPT， 瞬间就炸开了锅，冲上了各大榜单的热搜。写这封 PPT 的人是谁呢？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在校学生常旭强，他来控诉他的老师、教授龚林在多年的时间里面对他进行猥亵，致使他已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并且在这些年交往的过程之中，龚老师引诱他发生了男性行为。那我为什么又说4月19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呢？419，来，您谐音一下 ，for one night， 一夜情的意思。这在同志的世界里面可是个历史悠久的大日子，多少人与人之间的第一次邂逅就是从419开始。而常同学选择在419这样同志世界里面非常特殊的大日子，把这个 PPT 公布到网上。企图让龚老师彻底的社会性死亡，失去一切，这得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呢？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以往熟悉校园师生恋的朋友就会怒了，一定想大骂龚老师，你就是一个禽兽，你配不上为人师表这4个字，你一定就是一个脑满肠肥、极度猥亵的中年油腻男。Stop！ 来，我们现在看一看龚老师的形象。坦白讲，1979年出生，今年46岁，这个形象还真的算是儒雅帅气，对不对？可想而知，龚老师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面，那也是一个不乏人追求的小帅哥。那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要怼我了，叔，你以貌取人，就算他长得比较帅，那也不能猥亵自己的学生啊。Stop， 各位亲，您先稍安勿躁。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本片中那个所谓的受害者2001年出生的常旭强同学的真容。看完了常同学青春的面庞之后，是否刚才您本来想骂街的那一肚子气瞬间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烟消云散？此刻是否和我一样真正的关心已经不再是这两个人谁先脱了谁的裤子，而是龚老师，您的视力真的 OK 吗？您身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在外头还是个企业的老板，虽说已经不复青春吧，但是也算是仪表堂堂啊，咋就不能吃点好的呢？目前网上虽然也有一些人对这个事情发表了个人观点，但是我认为分析的都不够透彻，仅仅是复述了这个故事的简单框架，但是没能走进龚老师的内心和常同学的盲肠。在研磨这条孽缘的过程之中，我发现了一个天作的巧合，龚老师他姓龚，在本片之中他也扮演着男关系里面那个龚的角色，而常同学在这段男关系里面扮演着那个0号，也就是瘦的角色。所以在展开他们爱情故事的具体分析之前，我必须给他们的这部电影取一个名字，就叫做《龚常之恋》。熟悉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叔是一个从来不看提词器、不看稿子的人，所有的演讲完全是一口气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全部刻在叔的脑海里面。但是为了分析今天这段纲常之恋，叔特意准备好了这样一个 iPad， 因为这里面涉及的个人细节、时间节点以及那一封封肉麻但还有那么一点点感人的情书，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提醒大家，龚老师从案件爆发之初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公开回应过半个字。那么这封 PPT 的作者完完全全就来自于那个瘦，也就是常旭强同学。现在我们就从常旭强同学整理的这份 PPT 里面去一点一点的理清他们之间交往的过程与情感的线索。首先咱都别管这个 PPT 它到底有多长，您就看看这个版式它做的正不正规。
北京理工大学的 logo 还挂在上面。也就是说，这个 PPT 是直接要交给北京理工大学校领导的一封举报 PPT。可见常同学真的是咬碎了槽牙，就是要把龚老师弄死为止。且这个 PPT 的置顶有一个最大的总标题，叫龚林师德师范行为举报材料。他对于龚老师主要有2项控诉，第一个控诉是引导男同学发生性关系，第二个控诉是套取科研经费公款吃喝。首先我们看一下龚老师的个人资料，经过我个人的查证呢，百度百科上关于龚老师的个人资料和他的 PPT 里面的资料基本上内容是大致一致的。龚林，男，1979年出生，也就是今年46岁，中国共产党员，博士，常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理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复杂系统的设计与创新、数据科学、知识工程与智能制造。说到这儿，我们客观的讲，这个年纪这样的学识与社会地位，我觉得在普通人中真的算是一个成功的佼佼者。为此，我还特意找到了龚老师平时在一些学术演讲上的讲话视频，请大家看一下。去操作，在竞赛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之下，又有一定的这种的竞争性的意识，去真正使得他们能够在实践当中，第一方面能够把知识应用进来，第二方面能够去解决实际问题，第三方面也能够在面临紧张的竞争当中。好，看完了以后，我想抛出我的第一个问题：所有观看本频道的兄弟姐妹们，请把你们的 gay 达打开，你们做一个假设哈。就是如果你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新闻，只是人群中第一次看到龚老师在那里演讲，你能不能识别出来他是 gay 这件事？虽然说穿着打扮、仪态以及讲话的声音都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对 gay 世界比较有研究的老饕，仿佛这时候那个 gay 达抖了那么一小下，对不对？那么基于这一点，我就完全有理由去怀疑龚老师虽然已经已婚，育有2个女儿，但是他一直都是 gay。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常同学对于自己的个人经历描述。他给自己的经历描述呢，还起了一个小标题，叫高中时候对工科不是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写这个标题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内容他就说了，本人高考全家反对学医，填报志愿也是我家里操控的。高中时对工科，尤其是数学和物理非常的不感兴趣。入学后我也很吃力，指的就是进入到北京理工大学之后。大一下学期想要复读或者跨考中文系，大2专业分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工业工程相对不那么的公料，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备战考研（括弧我也买了很多书）。工业工程专业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选几门专业课，当时这门课程，也就是他现在上的课程啊，选的人特别少，差点开不成。于是乎，在责任教授的帮忙推荐下，我的朋友 A 和朋友 B 他们有选课的意向。工业工程课的人要求组队讨论、组队学习，于是乎他们就拉着我一起上课，而且和朋友们一起上课效率也比较高，我就选了这门课。这就是他对于自己来到北京理工大学求学的一个表述。听完这段之后，你是否感觉这个人的自我陈述是有点怨气的？他的怨气也就是说，他来到这个学校都是他父母帮他报的志愿，他本来是不想学的。第二个抱怨的点就是他也不想选这个专业的研究小组，是他的同学 A 和同学 B 硬拉着他进来组团学习的。所以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的人生每一步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而罪魁祸首都是别人强迫他。这个细节出卖了一个点，就是这个孩子有一点点抱怨型人格，无论是他做什么，他都认为是在为别人而做。那么到了这个组里面，他就邂逅了龚老师，也就是这个组的上课老师之一。然后龚老师就在人群中看了常同学那么一眼，从此再也不能忘记你容颜。没过多久之后，龚老师就邀请常同学来参加自己课题组的年终总结。在这个年终总结上呢，他们就加了微信好友。发的第一条微信是：小常你来吧，
我们年组总结，你要有时间的话来听听。晚上我们大家一起来吃饭，你也参加吧。小常回复他的是：好耶，谢谢老师。需要正装出席吗？正装出席背后放了一个笑脸加2个桃心的表情。那么到了会议当天，也就是2022年1月7号下午的2点多的时间，龚老师又给他发来了这样的一条讯息：你来参加会议了吗？我1点多就到了，好像没有看到你哦。我怕找不到你。于是乎，常同学回答的是：老师，我在，哈哈哈哈哈。然后角落里。那么到了2022年的3月15号这一天，龚老师正式的开始邀请常同学第1次吃饭。这时候我们注意一个时间节点啊，上次他们一起开会的互动是1月份，这个时候已经是3月份了，还证明啊，龚老师真的不是一个火急火燎猴急的人。居然能够按耐到了2个月以后才开始第1次邀请吃饭，请吃饭直接还发来了一张当天的车票，也就是说从中关村校区到良乡校区的车票。这时候我有点搞不懂了，你说中关村到良乡也没有特别的远，按说票价也不贵呀，为什么龚老师还要给一个学生去买票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请你吃饭，而且是第1次请你吃饭，你是否一般会选择礼貌性的回答去或不去？如果你选择去的话，你会让对方来接你吗？你会让对方帮你买车票，或者是叫一个 taxi 到你家门口，由他来付费吗？如果你觉得说第1次约会吃饭就可以让对方来安排交通工具，请问你内心想把对方当成什么人？是普通朋友吗？而常同学当看到龚老师发来的这张门票之后，回复的是：谢谢老师，老师，我刚才在中关村，哈哈哈，转悠转悠，等老师忙完之后直接叫我就好了。在这里嘛，我们要雕琢一个细节，就是我们通常的人和长辈、师长，尤其是老师这样的关系，发信息基本上就是有事儿说事儿，越简洁越简练越好，而且彼此之间是相当的尊重。如果你跟你一个老师发信息还能各种嘻嘻嘻哈哈哈，那么我则认为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和这个老师彼此的关系是非常亲密且放松的。那么这顿初晚餐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呢？吃的还挺好，吃的是海景佛跳墙，每一个人的课位费就高达人民币599元。按照常同学的说法，599相当于他1/3的生活费，因为他家里面每个月只给他汇1500块人民币。且这顿饭还不只有海景佛跳墙，又点了七七八八不少的菜，其中常同学说了，其中一个炸茄子就要人民币100多，真的不是老百姓吃的呀。更离谱的是，老师为了这次初见面，还带了一瓶价值3000多的智利红酒。吃完这顿饭的半个月之后，也就是2022年的4月1号，龚老师又给小常发来了信息，希望能够送给小常一套高档的护肤品。你说这个时间节点啊，爆料419。第1次约会吃饭315打假日，哎，这第1次送护肤品4月1号，他们怎么竟赶着节日干这事儿啊？这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呀？我感觉这里面充满了龚老师爱的小心思。龚老师在4月1号那天发了一个信息：小常啊，能打个电话吗？小常回答的是：龚老师可以打。然后PO 出来的聊天记录就到了4月2号。4月2号是一张什么照片呢？是小常开包裹的照片，就是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面装了一套护肤品，这套护肤品呢是一个著名的男士品牌，叫做碧欧泉。坦白讲，如果你对我而言，肯定它不算是贵的，就是普通产品。但是对于小常来说，他认为这个对他来说已经是极度奢侈，因为在此之前他用的护肤品基本上价格就是人民币40元左右。如果一个平时用这个价位的人忽然间收到了一套碧欧泉，那肯定是心里要犯嘀咕的。所以在材料里他也说了，我接他的电话是因为我实在推不掉，我收他的礼物是想说我先收着，后面有机会再还。龚林也跟我表示，他经常送同学礼物，但是送护肤品还是第1次，希望我能替他保密。但是龚林日常表现的蛮像一个正人君子的，而且全学校都知道他已经已婚已育，每天还戴着戒指。我认为这种男潜规则的剧情应该不常见吧。常同学，你还挺表的呀，
你别看长得不咋地，这内心各种女主角的台词 OS 上了。哎，一个男老师比你大20来岁，请你吃饭还得提前给你买张票。你到了位置以后，又是海景佛跳墙，又是各种100-200块钱一盘的菜，然后再给你开一瓶14年、价值3000多元的智利红酒，转手又给你买了一套法国护肤品，然后您吃了、去了、要了，回到家以后，自己在小本本上写上一句“男潜规则的场景应该不常见”。接下来，龚老师的礼物又来啦！2022年的4月10号，龚老师给他发了这样一条信息：加分的部分也得提前考虑，如果需要，我最近的论文给你挂上名字，不知道你需要不需要？好温暖哦。保研是加分项，因为我很久都不太关注这件事情，也就是保研的这件事情，所以对保研的算分的政策也不是十分清楚。其实我就想给你多加一点保险。而常同学面对龚老师的这份信回答的是：老师，我太感动了。把这些微信截图都已经排兵布阵举报给上级之后，他还在底下给自己来了一个注解。2021到2022，我参加了北京年度理工的80年校庆、建党百年广场活动，拿到2张国家竞赛1等奖、2张国家2等奖、3张北京市的3等奖。保研时成绩分数为年级第6，综合测分为年级第3，综合排名为年级第5。我是不太需要靠这种论文来给自己的保研加分的。既然您的成绩如此优异，不需要龚老师您都能保研成功，那当初你为什么接受在龚老师的论文里面联名挂名呢？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4月10号。我们都知道2022年的时候，中国正处于防疫清零的时候，尤其是高校这种环境，动不动就封校，没有人能够出去。这个时候小常他就生病了。那他生病了以后，既不能出校，又求医无门，怎么办呢？于是乎他就打电话给了亲爱的龚老师。龚老师听闻小常病了，心都碎了，不顾风疫，不顾管控，迅速的冲下楼去。没有药店可以卖药，在那个时候，你们知道吗？在封城期间的中国，买药是需要组织单位的证明的。龚老师灵机一动，就像其他有药的老师去借了药，然后再飞奔到了良乡校区。可惜校区又封校了，龚老师在4月的晚风之中，拿着和其他老师找来的药，隔着校园的铁窗递给了正在生病的常同学。自此之后，龚常2人的感情是更上一层楼啊！他们没事就相约一起去做运动。大家先别想歪了，此刻他们做的运动还是正常的运动，就是龚老师找了一个秘密基地，平时是个母婴室，但是由于没有新生儿出生，就改成了运动室，只有他们2个人在这里偷偷做运动。而且龚老师还告诉他，只有我们可以在一起，这样子你不要告诉别人哦。于是乎，就这样你侬我侬，时间又是半年过去了。到了同年的9月27号，龚老师提出来，小常，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生辰八字给我？我们所有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当你爱到需要对方的生辰八字的时候，你想干嘛？该不会是想天长地久吧？于是乎，龚老师看完了小常的生辰八字，决定做一个人生的重大举动，就是在小常面前出柜。龚老师向他挖心肺腑地表达自己其实在大学时代就暗恋过自己的男同学，但是由于时代的背景和自己内心的懦弱，始终就是不能勇敢地表达，但是自己却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的，并且劝小常同学，现在社会上的坏人很多，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哦。龚老师，现在的年轻人的确需要保护自己，但是常同学真的活得很安全，您放10000个心。而这一段出柜的表达被常同学在 PPT 的举报信里面描述为龚老师对自己反复的测试，就是在测验自己到底是不是 gay 这件事情。常同学，如果你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我不撒谎，我没有任何攻击你的意思，就是当你的视频第一次流传到网上的时候，我以为是你妈给你录的呢，我以为这是哪个学生家长的母亲替学生在这申冤呢，原来您就是学生本人呐。难不成你在龚老师面前一直告诉他你是一个直男？
退一万步说，就当您真是直男好了，直男也有很多娘的。那你作为一个直男，为什么可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去长期接受龚老师每天早上叫你起床的这件事情呢？你觉得一个比你大20多岁、有家有老婆有孩子的直男，然后他天天去叫一个直男的男学生起床了，吃饭了没有？真的很着急，然后你也嘻嘻哈哈的配合，这要不算是交往，那啥算交往啊？从此春心萌动的龚老师就在爱的路上开始一路狂奔，更加的肆无忌惮，甚至经常去学校当着大家的面给小常买咖啡。你要知道，一个学校的大教授，一个学校的高层领导，在学校里面那也是无人不知晓的风云人物啊！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 cappuccino， 冒着爱心的小泡泡就往班级里冲，就摆在那个男同学的旁边，而那个男同学，你不尴尬吗？还是你一脸荣光的享受爱的泡泡？转眼到了同年10月份，就到了龚老师生日的那一天，龚老师创建了自己的一个微信小号，这个微信小号也就是我们只加彼此，是一个1对1的私人号码。那么常同学添加了这个小号之后，自己描述说，我虽附庸风雅，但是实在不想用好的词儿，就骂他又二又投机又没脑子，就叫他龚二头肌。哇，龚老师看见自己的小男朋友给他起了这样一个诙谐的名字，说我以为你会给我起一个文绉绉的名字呢。然后常同学回复，哈哈哈哈哈，这个名字也很深啊。然后又回复到，龚二先生，肱二头肌是人体很有力量的一个肌肉群，是肩膀，是互相扶持的意思。然后龚老师则回复道，我正在想我给你取一个什么小名。他表达我很喜欢海上的月亮。就在这个时候，常同学随手发来了一张小画，就是这张海上升月。而龚老师不加思索地回了一句，那我就把这幅画当成我的头像吧。直至龚老师身败名裂为止，他的微信依旧用着常同学这张海上生明月。而到了同年的11月份，雪花在北京已经开始零零星星的飘落，龚老师的心却炙热如火，更加的疯狂了，一页一页的给小常同学发微信呢。这些微信可以让许多80后、90后一夜之间回到自己中二的青春时代，也可以让很多00后感觉到脚趾抓地、土味情话呀。比如说，睁开眼睛学习，闭上眼睛睡觉。我在想，睁开眼的是你，闭上眼睛也是你。我怕有一天你毕业一走就不再回来了，也不知道明年春节以后我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景象。你在运动了吗？我真的好想你。但是即便彻夜的发这样的土味情话，常同学选择的是已读不回，长期的这样吊着龚老师，不说永久也不说再见，就是已读不回，终于把龚老师给逼急了。于是乎，龚老师开始拿起笔来写情书。由于信的内容实在太长，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就不在这里一一朗读，我只给大家截取几个精彩的选段。首先，他在信中称呼常同学为亲爱的小强，并且写下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眷顾我，还是在折磨我，对你的思念一直都无法回避，甚至难以割舍。我们坐出租车的时候，我就想拉起你的手，我一次一次地警告自己的思念，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我想抱抱，我给自己打了很多的劲儿，也就是打气的意思，才敢提出这个要求。我的出发点不是性，而是基于一种心理的喜欢，我无法抑制这种喜欢。其中有一句让我不得不又点起了香烟，这句话出现在他的第2封情书里面。我希望在接下来的3、4年时间里面，能够陪你安安稳稳的度过。在这期间，我对自己的承诺是，只许你负我，不许我负你。如果你遇到了可以牵手的人，我祝福你。如果你学有所成，将来出国不管去哪儿，我都会支持你并祝福你。如果你留学之后还想回来，我们就共赴一个10年之约。即便你不再回来，我也会真心的祝福你。4年后，你离开学校的时间是6月底，距离今天还有1328天。
希望我的小强每天都开开心心。哎呀，听到这儿，各位观众什么感受？风流浪荡如我，阅人无数，平淡如水如你，至少也爱过那么1、2回，刻骨铭心，深藏在往事的尘埃里。我问你，有几个人在自己的豆蔻年华收到过这样深情款款的承诺呀？这是一般的简单的土味情话吗？这都到什么程度了？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对着一个学生的你说，我绝对不会找别人，我永远的忠于你。而且这种忠于不仅仅是心灵的忠于，还包括物质的忠于、学业的忠于、你未来人生规划的忠于。但是你可以找别人，我不怪你，我可以祝福你。这得爱到什么份上啊 ？Oh my god！ 你就写小说，我也不敢这么写，这多假呀！而这确实是龚老师的亲笔信。还有一段也是龚老师心灵写照的灵魂看点。关于我个人的问题，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家里面真的也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如果我过段时间离了，我会跟你说，后续的一切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或者请让我重新追你一次，可以吗？坦白说，听完这段表白之后，我的内心非常的复杂。我非常的同情龚老师的妻子，跟他生活了那么多年，给他生了2个女儿，而就要快离婚了，都不了解她丈夫的真面目是什么。龚老师，你真可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这样一个每天冷着你、臊着你、玩弄你也不搭理你的一个普通学生，你居然要为他离婚，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丧失什么？但是我相信龚老师已经彻底的疯了，他已经深深的陷入到爱情的沼泽里面，没有办法自拔。而面对这些掏心掏肺的舍命豪言，常同学在旁边的标注是什么？我最看不起这种省略号，我根本不了解他，他也知道我对他没意思，但是就喜欢玩是吧？我相信龚老师和常同学都知道我是谁，因为在中国大陆这个 gay 的宇宙里面，叔就像是太上老君一般的存在。所以这个常同学，如果你有缘翻墙看到了本频道的这个节目，叔作为太上老君送你一句吉祥话，您会有报应的。在后来的时间里面，龚老师就把自己打包成了一个宅急送，全国各地的投放啊，就是为了陪着这个孩子到处去旅游。其中有一次，2023年1月4号，常同学已经放寒假回老家了，回到老家吉林。龚老师忽然间空降在他的家乡，于是乎那天晚上，小常是这样描述的：龚林脱掉了我的裤子，但他太谨慎了，不许任何电子摄像头对着他自己，我难以记录照片。你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你如果不想被人家脱裤子，你可以走啊，你为啥又要让对方脱裤子，又要陪着对方啪啪啪，然后同时又想拍下了照片记录呢？你这安的是什么心呢？有了真实的肉体关系之后，龚老师就爱得更加的真切了，经常把自己童年的照片发给小常同学。我们都知道，每当午夜梦回的时候，你把自己一张张童年泛黄的老照片发给对方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太爱了，你想把那些对方不曾出现的人生时间也都一并的奉献给他。除此之外，龚老师还经常的给小常发红包，红包的数字不是1314就是520，而小常面对这样的举动全盘收下了。收下了以后，他现在的解释是，我之所以收下这些龚老师给我发来的金钱红包，是为了留证据。而就在龚老师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爱河里面不能自拔的时候，龚老师的家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父亲去世了。龚老师的父亲去世了，他却第一时间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分享给了小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遇到亲人的离世、人生的打击、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时，你第一个能发信息的人一定是你最相信、最爱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哪怕你觉得说他可能没有那么爱我，但是你都想把这个人生大事分享给他，让他可怜可怜你。
龚老师确实像一条可悲的老狗一样，跑到这块拿自己父亲的死来讨一点点的爱恋和怜悯。而龚老师的这份舔狗之姿是否有换来爱的 double 呢？没有，他换来了小常的分手。小常提出划清界限，理由是自己在这种关系之中已经严重的抑郁了，并且去看过医生，心理状况不是很好。然后龚老师克住自己那浓烈的爱，接受了小常提出来的这种要求。但是后来小常要在学校里面办晚会，希望能够得到校方和领导的支持，于是乎又一次的把手伸向了龚老师，希望能够援助他。那龚老师自然又一次点燃了心中的爱火。可想而知，他们又狗扯羊皮的复活了，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继续飞，继续开房，继续旅游，继续啪啪啪。其中在2023年的7月3号这一天，他们下榻的酒店是大连的皇冠假日酒店。龚老师表示，这次托运的时候呢，没有带润滑油，希望我能去屈臣氏买一管，因为说外卖不给送这个东西。于是乎小常就自己亲自下楼去买了一管专门给男士肛门润滑使用的润滑油，上了龚老师的房间，展开了他们第 N 次的热烈性行为。但这次的性爱过程，不知道是龚老师掉以轻心了，还是小常的偷拍技术更高了。小常偷偷咪咪地记录了全部的性爱过程，并且把龚老师的裸照公然地寄给了举报的校方。在后面的性爱过程之中，每一次小常都会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摄影手法记录下龚老师一丝不挂的啪啪啪的样子。其中最著名的一套就是在深圳的某酒店，他记录了龚老师前戏、运动之中以及事后呼吸的各种具体表情，请看照片。拿到了这些证据之后，小常开始选择对于龚老师的感情冷处理。冷处理的方式就是各种各样的已读不回，一边是龚老师疯狂的连夜发着各种各样的土味情话，一方面是已读不回的小常同学咔咔咔的截屏保存证据，把龚老师给逼的呀午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只能一个人偷偷的在家里面疯狂的发着他的微信朋友圈。朋友圈的内容是一切的计划忽然戛然而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走你的可以告诉我一声就好，我就要一句话，你却如此狠心，一句都不说。这个朋友圈只有2个人能看见，一个人是你，一个人是我。一次次的幻想未来，现实的细节又把我一次一次摔得鼻青脸肿。我生性多疑，缺乏安全感，但真的我本善良，我只敢在这里发出我的心声。2021年的9月，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清晰地记住你的样子，一身洁白的蓝色，我无法自拔。龚老师，您这样的文学修辞手法真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要是不了解详情的人呢，我还以为那天您碰见的是20岁的陈冠希，25岁的吴彦祖呢，结果是常旭强。那么就这样一个深情指数超越尔康，碾压所有琼瑶剧男主角的龚老师，他最终等来了什么？他等到了他心爱的人这样一条视频。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常旭强，本人实名举报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龚林，在2022年11月至2024年1月，对学生本人实施骚扰猥亵，并与学生本人发生性关系，致使本人患中度抑郁和轻度焦虑。2022年保研期间徇私舞弊，泄露面试试题内容，提高意向生源成绩，影响正常保研复试排名。2024年与2025年多次挪用项目经费，以劳务报酬的形式发放至学生手中后集中收回，用于课题组内公款吃喝。常旭强同学在 PPT 里面整理的资料就截止到2024年，但是他选择在网上爆料的时间却是2025年的4月19日。那么这1年的时间，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使得常同学决定用这种方式彻底的毁了龚老师的一生呢？龚老师自从事件爆发之后，完完全全没有在公众媒体上说过半个字，处于神隐状态。但愤愤不平的全国网民却不肯就此罢手，吃瓜罢了，纷纷利用自己各种各样的人脉关系，潜入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内部，获得了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一年，龚老师痴心不改，天地可见，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依旧等待他真心的爱人能够回来自己的身边。而常旭强在这期间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他自己看上了北京三环上的一套公寓住宅，价值人民币1100多万。他希望龚老师能够为自己提供350万的首付来买下这套房产。龚老师犹豫了，在考虑之中，但是最终可能没有答应他，或者是怎样，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使得常同学瞬间就崩溃了，破防了，觉得龚老师并不是真心的爱自己，于是乎要把龚老师给毁了，就把所有的交代材料全部递交给了有关部门。那么有关部门收到这些材料之后，对龚老师进行了怎样的处罚呢？声明：4月19日晚，北京理工大学关注到网络出现我校教师龚某涉嫌师德师范行为的举报信息，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连夜开展调查工作。经初步核查，龚某涉嫌师德师范行为基本属实。学校决定暂停龚某一切职务活动，后续核查结果、处置情况将及时公布。我校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对师德师范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一经查实，将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处理，绝不姑息。北京理工大学2025年4月20日情况通报：4月19日晚，网络出现我校教师龚某涉嫌师德师范行为的举报信息，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连夜开展全面调查核实。经调查，举报的龚某师德师范行为属实，龚某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严重违反党规党纪、校规校纪。经研究决定，给予龚某开除党籍处分，免去行政职务，撤销其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北京理工大学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始终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对于发现的问题，一经查实，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处理，绝不姑息。学校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持续加强师德师风校机制建设，坚决维护风清气正育人环境。北京理工大学2025年4月20日。看完了这个处罚结果之后，所有人都知道龚老师这辈子算是完蛋了。这都不能算是大厦将倾，这基本上可以等同我用爱与生命铸造的城堡，一夜之间被原子弹轰成了渣渣。第一个失去，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龚老师是一个深柜，是一个曾经就喜欢男生的骗婚男，并且和女人结婚生了2个女儿。跟他前妻离婚的理由也是因为他爱上了常旭强。他这一生将如何面对他的父母、他的前妻以及他2个女儿？我相信这种痛苦与折磨会弥漫在他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心中一辈子。第二个失去，龚老师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博士生导师、校领导以及大教授。而在学术界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学术绝对不容造假。龚老师在爱上常同学以后，数次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去给自己的小男友在学术上行方便，甚至造成了保研的后果。这在某些国家已经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今后他在自己深耕了半辈子的学术界领域，恐怕会彻底的除名，再没有一丝的生存空间。第三个失去，一个46岁的中年人，原本有着一个貌似完美的家庭，贤惠的妻子，漂亮的2个女儿，极高的社会地位以及不菲的收入。这一场风波之后，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46岁去不了养老院，但如果再想在这个社会上奋斗，哪里还能容得下龚老师呢？一旦涉及学术造假，是会面对法律的竞业协议的。
也就是在未来的很多年时间里面，龚老师是不可能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的。那么龚老师的生计将何以维系呢？我个人有一个建议，龚老师，您现在在同志世界那可是打响名号了，你上网上去搜一搜，所有的评论底下都说这不公平的老天为什么不能赐我一个龚老师？所以你要趁着这波热度赶紧给我开播，顶着自己纯爱战士这个头衔，在网上在直播间里面大大方方坦坦然然的出柜一把，反正你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了，不如从今天开始做回自己。第4个失去的，我相信也就是龚老师最在乎也最疼痛的，在我胸口用力的开一枪，砰！永失我爱。人到中年，为爱疯狂，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亲人的信赖，失去了名誉，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职称，失去了未来一切打拼的机会。在这个年富力强的时代，但是失去全世界的无所谓，至少我还拥有一份爱也不好意思。现在背刺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心心念念的亲爱小强。我相信把故事听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想说，如果我是龚老师，我现在就绝地反击，我要报复。但我不得不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一个可能你们并不想听到的结局，就是当校方和检察机关在审讯龚老师的时候，龚老师对他们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他根本不需要接受我这些帮助。所以有什么过错和责罚，我一人承担，请不要因为我的过失而影响常旭强同学的学位。